Hello，大家好。昨天加拿大央行发出警告说，因为房产市场越来越多的投机活动推动房价飙升，加拿大的家庭债务风险正在加剧。加拿大央行最新的金融系统评估报告中指出，有迹象显示，由于很多人预期加拿大房价永远涨，这些推动了失去理智的人们参与抢购房产，给房价造成了不可持续的动力。与此同时，全国各地的高房价导致很多家庭承担了过重的抵押贷款负担。如果经济出现下滑，他们将处于风险境地。央行行长蒂夫为首的政策制定者们发现，如果加拿大再发生一次经济冲击，银行可能面临巨大损失。他们认为，家庭债务风险和住房市场的风险可能会损害未来的增长。目前，这种分析会如何影响央行的决策还不明确。一般来说，家庭债务的风险增加可能会让政策制定者考虑提高借贷成本，但是过快的加息也会增加债务风险。相比较而言，缓慢加息和房价回调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。外界经常批评央行通过低利率和量化宽松政策加剧了金融风险，比如压力时期债券市场的流动性担忧、气候风险，像低碳经济转型可能导致投资者遭受突然损失，以及一旦政府支持结束，企业是否能够生存。和过去一样，加密货币资产市场的快速发展也被列为一个漏洞。央行表示，新抵押贷款的质量在疫情期间出现恶化，尤其是去年下半年，贷款收入比超过450%的新抵押贷款比例大幅上升至22%，这远高于2016年和2017年监管机构收紧抵押贷款资格规定时的水平。报告称，与家庭负债相关的风险非常显著，而且在过去一年有所增加。这些高负债家庭在应对突如其来的财务变化时缺乏灵活性，比如失业或者是房价下跌。由于政府的支持计划，家庭财务状况虽然总体上没有恶化，但是抵押贷款债务在快速增长，因为很多家庭都在过度举债。央行认为，加拿大的房地产市场失衡正在加剧，有迹象显示，越来越多的加拿大人希望房价继续上涨，他们愿意出价高于要价。大多伦多地区、哈密尔顿和蒙特利尔的房产市场都已经过热，而渥太华现在正处于临界点。这些市场都出现了更多的投机性活动，可能引发金融风险。以上就是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内容。我的频道每天都会分享一些加拿大的生活、经济、房产资讯，欢迎订阅。谢谢观看，再见。